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90后离异带娃回娘家，花2年时间和家人打造了自己的世外桃源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30岁那年，我拿到了人生中最烂的剧本，二胎妈妈孕晚期，渣男出轨健身教练，被迫离婚，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回娘家，买了山上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房子，和家人一起重建家园，做自媒体创业。狗血剧情照进现实，这短短10分钟便是我2年光阴的缩影。老房子在山顶上，3面环水，独门独户。除了这恍若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古朴雅致的青石板晒坝。山上不通路，到处长满了斑竹构树，沙石垒出来的房子已经风化了，出于安全考虑得推倒重建。为了方便运输建材，请了挖机修了公路，房子周围的杂树也全部推了。房子主体以240一平的价格外包了人工，师傅们码砖的速度是真的快，300平的房子一转眼主体就搭好了。为了更完整的保留青石坝，房子主体还是以前的7字形，300平的主体建设加上前期买地基、修公路、通水电气，30万就快花完了，预算严重不够，于是开启了一家人齐心协力、各显神通的改造之旅。为了省钱，木门窗买了白坯自己刷。刚生完孩子，我腰都要刷断了。叔公快70的高龄，每天都来帮忙。其实在我事业最顺遂的那几年，叔公并没有在我的世界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我只知道是外公堂妹的丈夫，所以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孝敬过他。而在我人生的最低谷，这个慈祥可亲的老人家给了我太多无私的、温柔的、细腻的关爱与支持。由于屋顶坡度太陡，山顶风大，小青瓦移位，新建的房子成了水帘洞，盖好的屋顶只能掀了重盖。小青瓦一片一片用瓷砖胶粘连起来，终于解决了移位漏雨的问题。爸爸挖了围墙地基，请电工修了围墙，这是叔公和爸爸亲自搭好的门楼。由于储存前期素材的硬盘坏了，很多素材不见了，各种网盘里东拼西凑了一些，有的只找到了图片。房子做完漆之后，古风小院的感觉慢慢就出来了。恐惧是能克服的，恐高的我也能在高空刷漆了。给客厅吊了一个漂亮的人字顶。下雨啦，到这里小院主体的硬装差不多完成了。爸爸和叔公亲自动手给小院门楼做大门，布料是姨父家拉来的，场地是爸爸师弟家借的，2对大门，就开门用的转轴花了140。老式木门的燕尾穿销，我是第一次现场观看，不得不叹服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。爸爸是一个不太懂得表达爱的人，但总是默默地用行动付出。叔公亲手做了木门栓，这2对大门要流传下去，它们是有温度、有爱的门。给木门上了花梨色的木蜡油，这种古朴雅致的感觉我太喜欢了。亲自动手布置了帷幔，添置了一些喜欢的家具，从设计图纸到做成实物放置在小院的屏风，每一个都美得不可方物，随手一拍都是光与影的大片。各种便宜又好看的老榆木家具，一点一点填满了室内空间。到这里，小院渐渐有了家的样子，室内软装基本完成。知否峰的书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林南闺房同款坐榻，随手一拍都好看。客厅还安排了小九安最喜欢的摇摇椅，当时为了省钱，哥哥用瓷砖做了橱柜主体，我从网上买了橱柜门安上去，花了小几千，也做出了城里上万的厨房效果。房子能住人了，院子又快被荒草淹没了。当院门关上的时候，乡亲们就没办法通过，于是决定围着院墙铺一条路，方便日常行走，也让院子不至于又被杂草构树淹没。水泥路的成本太高了，我用老瓦片做了围挡，铺上防草布，做了一条造价最低的碎石小路。虽然不好打理，但颜值高。碎石小路上种满了樱花，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这里将拥有独属于小院的浪漫。修门楼时决定不让车开到院子里，
门洞留得很小，为了方便停车，在围墙边建了一个简易的停车场。现在回顾这2年的改造过程，视频里总少不了爸爸和叔公的身影，舅舅姨父们有空也会来帮忙。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支撑着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改造的过程是一场与困难的持久战，资金紧张，人力就自己人上，材料也尽量不花钱。不懂设计就网上查阅资料，学习案例。每一块青砖的铺设，每一扇窗棂的安装，都凝聚着全家人的心血。开始打造花园的时候，资金已经见底了，600平的花园还真以2万以内改到能见人了。后花园主景打造了一个紫藤花地台，紫藤花是山上挖的，地坪材料是建房剩下的，旧雨棚和防腐木花了钱。为了使用年限更久，立柱用的不锈钢，外面包了一层防腐木，刷上木蜡油，晃眼一看跟木头区别也不大。花架简单搭了井字形，把花藤绕上去，花架就做好了。叔公和爸爸第一次做木地台，老木匠带着崴木匠，花了1天时间，边想边做，成品出来效果还不错。等紫藤花爬满花架，浅紫色的浪漫伴着鸟语花香，月下品茗对酒当歌，也不失为生活的调味剂。地台刷上木蜡油，颜值蹭蹭往上涨。2年的改造之路，爸爸砌砖的技术也是水涨船高，请欣赏老爸的炫技之作。第一次砌花台还砌得歪歪扭扭，现在能把小半圆的花台砌得那么可爱。去花市买了各种各样的鲜花，装点我的花园。你看，从前的废墟开出了鲜花，瓦砾堆里也能长出童话。只要我们仍然相信，枯萎的砖缝里永远藏着带阵营的春天。周丽哦，我用老瓦片围出的花台，竟比砖砌的还好看。后花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打造好了，空间太大，资金有限，以后再慢慢改动。卧室外面的花园想要种满爬墙的月季，但当时的节气花市上还没有，只能先买点其他的鲜花先种着，把爬藤月季的位置留出来，以后再补上。我用老瓦片简单围出了不规则的花台，瓦片花台真的好好看。爸爸妈妈下班回来，给空地铺上碎石，简简单单的花园轮廓就出来了。青石板一铺，意境又多了一点。暂时先这样，以后再来完善。到这里，小院里边下雨天也不会一脚泥了。往上钉了雕花挂落，想让我的屋顶显得更厚重些。爸爸和叔公过5关斩6将才把它安装上去，效果还不错。亲自动手给围墙穿了新衣，用老瓦片改造了菜地，6个菜池，一个人做了2天，总花费也就买青石板的100元，再也不用愁下雨天摘菜一脚泥了。你看，坐拥1亩3分地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有机蔬菜。在小院过的第1个新年，早早的买了一堆红灯笼，增加年味。一砖一瓦筑起新生活，一草一木皆是新风景。30而已，人生才刚刚进入序章。定制的12花神宫灯没有预想中的惊艳，木头的颜色、画面效果的呈现都比想象中逊色了一点。我自我怀疑，但家人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。心中有光，身边有爱，幸福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杀鸡买鱼，准备年夜饭哦。住在水边的好处就是能吃到便宜又好吃的鱼，一家人一起包饺子，说说笑笑，分工合作，这大抵就是幸福的模样。年夜饭怎么少得了鱼呢？第一次做蒜香烤鱼，竟意外的好吃，家人一致好评。新年快乐！哇，看来看，好多泡泡呀！烟火起，照人间，举杯辞旧年。愿新的一年，烟火香星辰，所愿皆成真。靠
完这个视频，真的让人感触颇深。从一座破旧老宅到如今温馨的家园，每一砖一瓦，每一扇门窗，每一束盛开的花，都承载着努力与情感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房屋改造，更是一场关于坚持、亲情和生活态度的旅程。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住所，更是心灵的归宿。我们常说，家不仅是一个住的地方，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这座老宅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，也见证了生活的变迁。从一开始的残破不堪，到最后焕然一新的温馨小院，整个过程不仅仅是对房子的修复，更像是对人生的一种重塑。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，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家人之间的齐心协力。从叔公、爸爸、舅舅到姨父，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修门、砌墙、种花、铺地，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家庭的热爱。或许生活不易，但当家人站在一起，携手奋斗，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。每一次努力都是通向美好生活的路。房子的改造过程就像人生，我们总会经历低谷，面对破败与困境，但只要愿意去改变，去努力，总会迎来新的开始。生活不会一直美好，但每一次的坚持都会让未来变得更值得期待。看着他们亲手修复老宅，不禁让人想起自己的生活。有多少次，我们也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面对破败的现实，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改变。但就像这个视频展现的那样，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，愿意去尝试，愿意相信自己，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。生活的美好藏在细节里。除了房子的修复，更让人惊喜的是那些精心打造的生活空间。花园里的每一株绿植，菜园里的每一颗果实，都充满了生命力。真正的美好生活，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，而是用心去经营的。有人说，生活的意义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创造出不平凡的瞬间。一座老宅的蜕变，其实也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成长。可能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面对未知的未来感到迷茫，但请相信，每一次用心的付出都会成为未来温暖的回报。坚持下去，幸福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房屋改造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勇气、奋斗和爱的旅程。希望每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都能从这段经历中汲取力量，勇敢走向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。你是否也曾经历过生活的低谷？是什么让你坚持走了下去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